哎，大家伙儿早喽！11月30号星期日，今天是上海马拉松的比赛日，所有参赛的小伙伴或者参加其他马拉松的小伙伴们都好运好运。有点冷啊，嘴冻的，刚开始说话的时候不够利索。今天、明天、后天都约了观众，这3天都轻松跑。这个月2场比赛跑的又有点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乳酸阈值，好不好？昨天公布了训练营，来咨询的小伙伴特别多，而且也有很多小伙伴在问乳酸阈值，因为我给到咨询的小伙伴的问卷里也有关于乳酸阈值。就关于乳酸阈值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您是初跑者，我觉得这个事儿跟您没什么关系，或者说什么时候可以关注自己的乳酸阈值。这儿说到的乳酸阈值就是指 LTR 的那个配速，而不是乳酸阈的区间，就是差不多您能全力以赴的跑40分钟了，并且不太掉速或者不掉速，到这个情况下再去考虑看看自己的乳酸阈值是多少。那乳酸阈值这个配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理论上在这个配速下，精英运动员大概可以跑40分钟以上，但是大概率应该跑不到1个小时，可能40多分钟、50分钟了不起了。普通人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在这个配速下可能也就是10多分钟，差不多像我刚才说能一口气跑40分钟的人，就全力以赴跑40分钟的人，差不多能坚持20多分钟、30分钟的样子，就这个配速，再多就不行了。就这个配速下呢，你身体清除乳酸就几乎赶不上它产生了，同时在这个压力下，你肌肉也受不了，就这么回事儿。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建议大家去看乳酸阈值的配速，就是这 LTR， 并且根据它去划分你训练的强度，还有规划比赛，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数这么看起来其实是容易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值的，它比你预估的什么所谓的最大摄氧量啊，或者说最大心率和储备心率这些我觉得这些都没有乳酸阈值这个配速靠谱，因为这个配速是你真的跑出来的，并且呢是可以容易测得，而且在日常的训练中和比赛中可以经常被测得。另外就是看配速不看心率，一般手表给你一个乳酸阈值的配速，都会告诉你一个对应的心率。其实这个大部分情况下也准，因为它也是测出来的，不是算出来的。你就记住了，尽量用那个直接测得的数据就对了。但是我还是建议看配速不看心率，因为我的经验是，有的时候天气热，有时候状态不好，在同样的 LTR 的配速下，就对我来说，我去比赛的话，或者我的强度课，其实对应的心率上下差的挺多的，但是它并不影响这个配速还是我的乳酸阈值配速，大概率不会差太多。你可能到夏天的时候，这个配速就你真实跑的话，是要比你秋冬的时候这个配速要慢可能3秒到5秒，但是心率呢可能会提高10几下，这个不太重要。所以小伙伴们也可以看看，就是还有一种人就是很少全力以赴跑，也没有跑过全力以赴的比赛，但是呢你一看手表有一个乳酸阈值，但是这乳酸阈值和您的各种情况都不相符，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有时候手表是这样，比方说啊，你永远都只跑特慢的配速，轻松跑，从来没拿这块表跑过快的，那其实它的那个乳酸阈值也不是测出来的，也是推算出来的，那就不太准。另外就是怎么验证一下手表给你的 LTR 对不对，有个简单的笨办法，你就看您全力以赴的10公里和半马的成绩，差不多
LT2的配速应该是要比全力以赴的10公里的成绩要快的。对大部分人来说，因为很少有人真的能说把 LT2 坚持40分钟，我也不行。所以对我来说呢，我的 LT2 大概是3分26，我的10公里的最好成绩呢，差不多可能是3分27，就是我差不多能用 LT2 的配速跑一个35分钟以内，34分到35分，再多让我跑5分钟，我就应该差不多就掉了。这就是训练水平。如果是半马呢？你看我现在半马的最好成绩，平均配速是3分30，我的 LT2 是3分26，差不多就是这样。或者说我跑出3分30那个半马的时候，我的 LT2 是好像是3分27，所以就这么去估计。水平越高的人，LT2 的配速就越会接近您的10公里和半马的最好成绩。如果有一天您发现，在真实的世界里，您的 LT2 已经比您的10公里要慢了，就是您的10公里已经可以跑到 LT2 以内了，那要么是测错了，要么就是您变得非常强了，就至少比我现在强，或者说能顶的能力比我现在强。所以我拿我自己这个实验就看，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做不到，因为我其实挺能顶的，而且成绩已经不差了，所以可能10000米跑进32分的人差不多能做到。然后就是这个时间，这时间其实挺微妙的。就大家有时候会听说，马拉松跑得越快的人，其实越不累。或者说不是那种累，不是那种疲劳的累，对的，就是其实你用的时间越少，你这比赛就相对越轻松，也都是打引号的轻松，那就看出来了。你看专业高水平的运动员，你现在半马世界纪录跑到了56分多，对吧？那对他来说，他可能只有16分钟，甚至是14分钟、13分钟的时间就是在非常非常非常不行的极限。因为对他来说，我觉得他在他自己的乳酸阈这个配速下可以干40分钟甚至以上，然后他有绝对速度，所以他跑一个半马就跟比如您跑一个2个小时才能跑下来的半马，那对你来说可能有1个半小时都觉得挺难受的，就这么回事儿。不能很准确，但是大概是这意思。所以确定自己的 LT2 这个配速，我觉得对指导后面的训练和预估自己的比赛很有帮助。那怎么确定？就刚才我一开始说的，拿同一块手表，没事跑几次强度，就差不多就知道。另外就是这个 LT2 的配速怎么提高，还有是怎么能在 LT2 下坚持的时间更长。我觉得提高这个配速靠的是阈值训练和间歇训练，就是绝对速度的提升是很重要的。就是绝对速度提升，你的乳酸阈值的配速提升会更快，也就是练速度要比练乳酸阈值的跑更重要，可能在60%、40%的比例上。那怎么能让你的在乳酸阈值这个配速下坚持的时间更长呢？那就是阈值跑和有氧跑的有氧耐力这2件事儿，差不多各占一半吧。它还是离不开一个积累，就这么回事儿。6点35，还有10分钟，我现在去跟观众见面了。哎呦，大哥，是您给我发的消息吗？你好，友達大喜，嗨。哦，跑野，你好，对不起。welcome。你好。哎，你好，大呢？这个拍到吗？没关系，没关系。你这跑野的帽子是自己买的，还是你是跑野的？去年上海马拉松的时候，去年上海他们那个战队，然后就发了这个战队。
跑野也有战队，就是他今年也有，就是他今年就是那个拍照那地儿，叫长跑队什么的。可以，只要中主要中上马，然后今年没中是不是？对。哈哈哈，那你开表，我咱们跑一段。从哪儿来？从北京。北京。对。您回去的时候，实在是早上真是起不来是吧？不是那个，我工作有点早。工作早。然后我在西单上班。在西单。对，有点早，然后就实在是有点撑不过来时间。明白。然后就去那个31.5公里处，离林翠桥那儿拍。林翠桥。对。可以，谢谢你。您不是相机丢了的那位对吗？没有是吧？有位观众跟着我拍了好长一段，后来给我发消息说坐地铁的时候相机丢了，有点难过。真的，那时候上医院以后就觉得说要减肥，因为考研的时候有点胖。是吧？你这个现在看着好瘦啊！我是从那个140啊，那其实也不是特别胖，但是呢，我觉得有点接受不了。可以。嘿，小伙伴们，11月30号星期天，训练结束，今天跑了19公里慢跑，现在都7点41了，北京时间6点41，赶紧回家吃早饭，把电视开，准备看上海马拉松了，还得剪辑节目呢，加油！看看如果顺利的话，我就开个直播，咱们一块儿聊聊天，好吗？这个月400公里出头，这个月有点少。一到比赛就是我现在虽然对比赛的节奏适应的更好了，比赛比原来多了，但是还是会影响我的每个月的训练。这个月2场比赛，我这月就少跑了100公里。慢慢来。冬训营的事情确实消息太多了，有好多还没来得及处理，今天继续跟大家处理完毕，好吗？今天咱们分享的是乳酸阈值，我觉得乳酸阈值这个配速，就是对指导跑步的训练，还有自己判断自己的能力，这2件事儿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还没有这个概念的小伙伴，或者还是有时候会看，这次跑完手表说，你的乳酸阈值变了，这些的阶段的小伙伴，自己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逻辑，用自己的10公里和半马去大概看一看，看看手表给你估计的准不准。一般手表是这样，就是你特入门的时候，手表估计的所有东西其实都不准，然后特精英的时候也就不准了，因为它已经不是普通人群了，就这么回事，好吗？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健康平安。现在在上马起点等着发枪的小伙伴们，好运！